今年这个雨水量比较大，雨水量大以后呢，这个相对来说这个杂草就比较多了。我看前两天不这边打了一个除草剂，但是呢，这2年花生这个白绢病发生几率越来越高了。很多朋友对花生白绢病的一个防控往往束手无策。应该怎么用什么样的一个有效的方法能防治花生白绢病？确实很厉害，成片的死，成片的死。实际上白绢病就是在花生的茎基部位呢，就是我们常说的长那个白毛，时间一长以后呢，这个根系就开始枯死，枯死以后，你的花生呢，也就跟着枯死掉了，根没有了嘛，是吧？那么防治花生这个白绢病呢，目前的配方建议我们种植户使用那个赛富酰胺这个杀菌剂，再加上那个阿美林是治根服的这2个一起用，再配上那个生根类的叶面肥进行喷雾。如果你看到那个白绢病了以后，打一遍是不可能去控制住的记住1遍是不行的必须连续使用2遍。一般间隔7到10天再用1次，这样情况下你这个白绢病才能给控制住，并且在这个时期呢，你在防治花生白绢病的时候呢，建议我们种植户呢，可以加一些硼肥和钙肥在里面因为你这个药的成本很低，但是你打药的成本很高的一次打药的话，尽可能的去多用一些好东西加一些硼肥和钙肥以后呢，对你这个花生这个后期这个产量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这个2个元素我以前也讲过很多次了，你可以看一下我以前发的视频，它起到作用。大家看一下这个红树种的是西瓜红这个品种的红树，基本上已经将近能把这个垄已经封严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红树的高产管理这一块应该怎么去做好田间管理首先一点就是要控旺了，红树一定要做好控旺。如果你控旺不及时的情况下往往你这个红树这个只长叶子下面的红树薯块这个结的比较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不平衡控旺的目的就是控上粗下控制上面的叶片的生长，促进下面果实的生长，这是控旺的目的一般红树控旺呢，我建议大家就是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时期呢，我们进行第1次控旺，红树要控2次的尤其像今年这个雨水量比较大红树出现旺长可以说几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控旺是至关重要的。第1次控旺呢，建议我们可以用多效唑、细效唑都可以按照厂家指导的量，用1/2进行第1次控旺这个时候在控旺的同时呢，建议因为今年这个虫害比较厉害可以再加上加尾盐配上茵虫威对这个青虫这块进行一些预防，然后等到10天到15天之间进行第2次控旺这个剂量呢还是第1次用的这个剂量。通过2次控旺以后，基本上这个红树旺长就可以给它控制住了。这个桃树是去年冬季栽的桃树也就是今年开始第1年移栽后的第1年，很多朋友在这个第1年这个桃树剪枝这一块感觉到比较迷茫，应该怎么去留枝我们的观点上不要去过多的考虑什么主干型或者是Y字形或者是3干型而是要根据你这个间距你这个垄距、株距来定。你看我们这个相对说比较宽一点，我们计划就是头3、4年的时候，我们采用是3个主干4年以后变成一个 Y 字形也就是说你根据你的空间来去决定的你怎么去剪枝。一般的话就移栽后当年
你是在6月底7月初就要进行钉干了啊，钉干进行剪枝了。你好比说这个桃树，就是我刚刚讲过。首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留的是3个主干，发现没？很明显啊，这个1、2、3个主干。那留3个主干，那么我们应该是怎么去剪呢？好比说这个，这就是主干下面的一个分支，看见了没？这个分支到这个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把头给它掐掉。头掐掉了，目的干啥呢？就是利用这个桃树的顶端生长优势，啊，也就是顶端上，也就是让它那个无限的开始生长。如果你头不掐掉的话，有可能慢慢的，可能这个枝呢比你这个主干长得还要快。啊，虽然说你的意愿是这个长得快，但是呢，这个作物有时候是不听你的呀。所以你这时候呢，你要把这个头给它掐掉，不要挨着主干去剪，啊，留个5到10公分的去剪，留一部分叶片在上面，因为这个新树苗啊，它这个叶片毕竟说还比较少，啊，需要它们不断的制造养分的。如果你直接从主干近端部位剪掉以后，叶片减少了，那么它合成的养分也少了，是吧？但是为啥说现在要去剪呢？有的人说啊，移栽以后第1年要让长树生根，第2年才去剪。如果你第1年不剪的话，过多的分支，虽然说它能增加叶片数量，是吧？增加叶片数量以后，也养分制造多了，但是呢，过多的分支，同时它还在消耗养分。所以说呢，在6、7月份的时候，一定要进行钉干。钉干以后呢，把一些分支啊给它掐头。外面白粉石比较多，这是我们在地头种了一点大豆啊。有很多朋友在说啊，这个大豆的高产管理，好比说现在这个大豆马上就要进行开花了。实际上开花期啊，这个大豆管理相对是比较简单啊，只有一项啊，就是控制旺长这一块啊。控制旺长这一块，如果你的大豆没有出现旺长的情况下，在开花期基本上不用去考虑控旺。但是如果你明显的大豆旺长，你好比如这个我们这个大豆就稍微有点旺长了啊，你最好就是进行化学控旺控制一次啊，用多条唑啊、甲牌翁啊这些都可以去控旺啊。你控制旺长的好处在哪儿啊？防止到8月份以后呢，雨水增多以后呢，如果旺长大豆很容易就出现倒伏了啊。第二个呢，不控制旺长的情况下啊，你的开花以后呢的花而不实，就是结荚率啊就明显的降低，并且呢你在这个荚果啊在谷粒期的时候，这个养分供应不到位以后呢也就是出现这个产量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在这个大豆开花期的时候，如果大豆出现旺长，可以采用甲牌翁啊或者是多条唑去控制一次，这个很关键并且呢，这个大豆在进入到开花期以后啊，它的养分的需求量将会达到一个高峰了啊，就是开花和结荚期这样的一个时间是养分需求量的一个高峰期在这个时候呢，最好呢去追施一次肥料追施肥料这块我们一般建议氮肥如果不旺长情况下氮肥可以用到5公斤左右磷肥呢用到10到15公斤因为这个大豆对磷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钾肥呢用到5公斤这样的一个追肥方式呢，去追施一次，这样的话你这个大豆产量将会非常高。